一个杂役，能当诱饵都算抬举他了。那些沉睡10万年的东西，终于等来了活着的容器。99道镇魂锁如何？放弃挣扎，本座替你屠尽仇人。3、2，放弃吧，凡人，你的身体已经是本座的了。愚蠢蝼蚁，你想壮卑自尽？在300个怪物共存的身体里，最好的活法就是驱虎春狼。九霄老狗，你死了还要坏我好事？凡人，你会死！他不会修仙，却懂这里最残酷的规则。别急，我们有的是时间，一个一个玩。渊底的血煞莲应该熟了，那小子的凡人精血虽然劣质，但当个花肥也勉强够。楚叶，你居然没死！区凡躯，你敢装神弄鬼，给我死！肉身硬扛法器，你到底在下面吃了什么天才地宝？你刚才说血煞莲熟了？体修，你是隐藏的体修老怪？不对，你身上一点气血熔炉的方洞都没有。尝尝我长生宫的禁术搜魂刺！这是你的尸骸！不要！好鲜嫩的神魂！滚开！这是本座的。这300个怪物随时会再次暴动，我需要大量的极寒之物来冷却经脉。第1道封印因为吸收了气血老祖，已经出现了裂痕。长生宗的内门宝库里就有1整池的玄冰髓。识阶自侦测阵法，可识别妖邪、魔修，触发后会启动护宗大阵，绞杀入侵者。叫什么？干什么去了？杂役，楚叶，奉赵恒师兄之命，去藏神渊边缘采他的生命元气，早已被拿去镇压体内那群怪物。真是个没灵根的废物！算你命大，
连引路香都没踩到，竟然能活着从葬神渊边缘爬回来！滚进去吧，去药王峰的后山，把那里的霜雪打扫干净，动作快点。要是惊扰了守山的白虎，你连骨头渣都剩不下。是。废物就是废物。哼。安静点儿，守好门，任何人靠近，杀！第一道封印开始冷却。没有斗法的灵气残留，没有妖气，更没有魔气。刘明和赵恒就像是被一座横空出世的铁山活生生撞碎了。传我法旨，封锁山门，查阅卷宗，今日有谁过葬神渊方向？第一道封印彻底稳固，肉身强度再次翻倍。刚才捏碎法器还需一点阻力，现在一拳能打穿药王峰。来的比想象中，不过正好。这畜生今天发什么疯？他不是忠诚，而是不敢让任何人惊扰坛底那个怪物。既然你找死，那就拿你妖丹来顶罪。你是谁？敢徒手接我的法器？太脆了！你不是杂役，你是哪来的貔貅老妖？布阵，快布杀阵！什么？你替我挡了一剑，我还你一场造化。长生宗太小了，资源也太少。走。是谁？是哪路魔道巨部敢来我长生宗撒野？时光回算，溯源显影，给我现！没有灵气，这不可能，除非对方的修为已经到了返璞归真、低属漏的化神期。
生丧宗门最高级别遇袭警报，镇宗宝库被人闯了。这里是长生宗命脉。阵法的本质是灵气共振。10万斤断龙石。饿了10万年，今天让你们开开胃。混天魔功，万妖噬血诀，大罗吸心法。这条灵脉归本座，滚开！都给我闭嘴！跟他了，主播要掉下去了！结阵，擎天阵，给本座拖住！无论你是谁，敢毁我长生宗根基，本座定要抽你的生魂，点10000年天灯！没有灵根。这怎么可能？宗主，杀了他！就是他！管你是凡人还是大能伪装，在元婴期的绝对领域面前，皆是蝼蚁！长生剑域，万剑朝宗！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元婴出鞘！哈哈哈哈哈哈！哇！味道有点柴。第3道封印需要9天雷池来破开。走吧，去下一个能吃饱的地方。嘿嘿嘿嘿嘿，舒坦！老子我10万年没尝过这么鲜嫩的元婴了。这长生宗虽然是个不入流的破落户，但那元婴修士的恶念倒是极其纯粹，大补啊！小子，看到前面100里外那座凡人城池了吗？几百万人口啊！只要你走过去，放开对本地的压制，我传你血海炼仙阵。1炷香的时间，把几百万人炼成血丹，你的第3道封印立刻就能冲破。是啊，凡人不过是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你现在的力量，何必在乎蝼蚁的生死？你们似乎搞错了一件事。长生宗该死，是因为他们为了一己私欲，
每年将数千无辜凡人和底层杂奥骗入葬深渊血祭。我吃他们，是天道轮回，是因果报应。但那座城里的人没有惹我，也没有作恶。伪善，修仙界弱肉强食，谁拳头大谁就是规矩。你装什么圣人？我不是圣人，我是狱卒。在我的身体里，我就是规矩。我让你们吃谁，你们才能吃谁。作恶多端、草菅人命的修士是你们的口粮，而手无寸铁的无辜者是我的底线。谁敢越线一丝一毫，我不介意把你们连同我自己一起炸成灰烬。听懂了吗？耽误了雷音阁提取雷池液，把你们整个城屠了都不够赔的。走不动的废物，直接宰了！引雷柱，用活人的身体去导流雷池的狂暴能量，以此来获取安全的雷液，这就是名门正派雷音阁的手段。小子，既然你想我强暴门头，剥你的皮去做出引雷阵眼，本不想过早暴露，可这世道把欺凌凡人当成理所当然，大道坦途，那我也教教你们我的大道。你到底是谁？列阵，引九天玄雷诀！在雷帝面前玩雷，你们太不礼貌了。怎么可能？你们说凡人是蝼蚁，可以随意践踏。现在，在我的物理法则里，你们也是蝼蚁。但我踩死你们，不是为了取乐，而是因为你们挡了人道的路。没事了，回家吧。大哥哥，前面是死地，你去哪儿？去雷池，教雷音阁什么叫真正的物理导电。不可能，他把雷池吸干了！你们的课还没上完。跑，分头跑！他们的金丹吸过来，那是大补之物。他们不配沾血的修为，我先葬。上次只是恢复力量，真正的强大不是欺弱。天道不公，我便拆了这腐朽天道，重立规则。杀恶人，救无辜，这便是楚业的道。极端的暴力，只为守护最纯粹的正义。这一批的凡人耗材怎么还没送来？雷池正值100年一次的活跃期，雷池狂暴雷力会灼伤修士，没有凡人血肉作为隔远缓冲，我们根本无法靠近雷池中心提取极品雷液。那是个什么东西？凡人？不对，凡人怎么可能肉身扛雷？难道他身上带着某种连我们都看不穿的仙体级避雷法宝？你们拿活人当炮灰，就为练雷液？小子识相点，把防雷宝贝交出来，我赏你活命，给我当杂役，饶你不死。修仙本是护众生，你们却专干害人勾当。既然爱引雷今天教你们绝对导电与电磁屏蔽。找死！
修仙界有一句名言：凡人皆如蝼蚁，生来就是为了给修仙者提供劳力的。这不叫作恶，这叫顺应天理。天理不是由剥削者来定义的。怎么回事？法器失灵了！别动！我只杀造孽之人，没有杀过凡人的，退后3步，放下法器。手上有凡人血债的，站着别动。装神弄鬼，大家一起上！我不信他一个人能操纵这么多法器。下山吧，锁链断了。何方妖孽，敢屠我雷音阁弟子？妖孽！你们抽凡人血脉祭炼雷池，用活人做引雷柱，把10万方圆的地脉扎干，只为供你们几人飞升。如今你站在受害者的骨灰上，叫我妖孽！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等大能，便是这方天地的规矩。九天玄雷绝杀大阵，起！闪电本质上是电荷在电场中的定向移动，你们只是在盲目借用能量，连基本物理定律都不懂。今天教个词叫洛伦兹力。这不可能！我愿散尽宗门财富，我愿废去修为，饶我一命，我还有用。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个世界的污染。喂，发财了，发财了！小子，快把这些灵石全吸干！只要吞下这座宝库，你绝对能重开第4道，甚至第5道封印。我说了，这些东西上沾满凡人的血和地脉的哀鸣，我若是吸了，和那些贪得无厌的修仙者有什么区别？修仙界最大的恶，就是把自然流转的能量强行囤积在少数人手里。物理学讲究能量守恒，你们囤积了多少，这片大地就枯竭了多少。今天，我把这些灵气还给这方天地。接下来去哪儿？我们好像把那些真正下棋的人惹怒了。
走吧，去中州，去看看那些自诩为仙的神，骨头有多硬。大前皇朝，青天剑首席大护法，奉国师法旨，拿你这乱法逆贼！乱法！你毁雷音阁，乱灵脉，散财于凡人。这就是乱了天地大法的逆天之罪。中州100亿黎民，若无我大前皇朝镇压气运，抵抗妖族，早就化为飞灰。修仙者庇护凡人，凡人供养修仙者。我们抽掉他们几成血肉与劳力，那是他们缴纳的保护费。你打碎了灵石山，让灵气倒灌凡间，凡人吃饱了就会思变，就会造反。就会有不该有的贪欲。你这不是在救他们，你是在摧毁这维持了10万年的完美系统。这小子说的对啊，牧羊人吃羊，羊提供羊毛，天经地义。楚爷，你那种散财的做法，在修仙界就是异端。原来，你们的拯救和庇护，就是把世界打造成一个巨大的养殖场。你们比雷音阁更可恶。雷音阁是明抢，而你们是把锁链打造成了真理的模样，还要让被锁住的人对你们感恩戴德。既然你们觉得这套吃人的系统完美无缺，那我就来做那个撕碎系统的系统 bug。大言不惭！十方禁灵锁天阵，给我镇压！大汉不知自己在用禁魔领域镇压一具纯粹的物理核弹。哈哈哈哈哈！没了真气，我看你拿什么狂！全军出击，把他给我剁成肉泥！小子，要不要本尊借你一口修罗化血3万人全吸干？你的第4道封印绝对能破。闭嘴！我杀人是要诛心，杀人不是为了口腹之欲。万物皆有其固有的自然频率，桥梁如此，高山如此，你们身上的战甲和天上的破船亦如此。物理法则第4课：机械共振。这不可能！
轮到你们了。我没杀你们，是因为你们还有机会做回一个人，而不是当权者的狗。这世上的众生，不欠修仙者任何东西。他们若是觉得这套吃人的系统改不了，那我就亲自去中都，把他们连同那张龙椅一起砸个粉碎。他没杀你，只是碎了3万大军的甲，让你回来传话。是，陛下。废物！国师，你怎么看？陛下，雷音阁覆灭，断天匣兵败，说明传统的修士和阵法对这个艺术无效。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暴露了自己的软肋。好，他因为怜悯落雷城的百姓斩了雷震天，因为不愿滥杀无辜放过了3万镇妖军。在修仙界，拥有匹敌神明的力量，却长着一颗凡人的心，这就是最大的弱点。这里是林州，由12座凡人组成，共计凡人1700万，是那艺术前往皇都的必经之路。臣建议启动九阳焚天大阵，将整个林州连同那1700万凡人瞬间抹除，把那里变成一片绝对的焦土死地。准奏，1700万口粮全烧了。陛下，他不是喜欢保护蝼蚁吗？那我们就让他眼睁睁看着，因为他的逆天而行，1700蝼蚁将因他而死。这不仅能重创他的道心，更能向天下人证明，任何试图反抗大钱的举动，都会带来更惨烈的屠杀。那是什么？天火降世了！好狠毒的算计！楚夜，快跑！这是冲你来的！大前皇朝动用了禁忌神器，强行扭曲了这方天地的因果。
你不是心怀慈悲吗？大前皇朝掌管天下，凡人的生死皆在律例之中。今日这1700万人皆因你而死，这滔天业障与因果，你背得起吗？躲开则千万人惨死，业障化心魔事迹；不躲则真火大阵与千万业力压垮自身，绝境无解。原来这就是你们修仙者的天道。天地不仁，那便由我来做这青天。给我起！愚蠢的匹夫，在万象律例的因果镇压下，力量越大，反噬越深。只要他生出一丝后悔或动摇，道心便会立刻崩溃。这是律例收集了10万年的苍生怨念，他怎么可能不受侵蚀？你们的因果算尽了，现在该尝尝我的规矩了。破了！万象律例的苍生因果，竟然被他用拳头生生打碎了。放箭，开阵，用太乙灵能炮轰死他！万法不沾身。他身上背着苍生之怨，我大前的法术伤不了他。这扇门把你们和外面的凡人隔绝了10万年，你们在里面做神仙，他们在外面做牛马。今天，我把这扇门给你们拆了。门开了，进去算账。国师，镇国大阵已破，他杀进来了。那卷律例呢？用它把他给朕咒死！陛下，万象律例被他打出裂痕，寻常的因果已经镇压不住他了。如今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你敢弑君？陛下，
大钱若亡，老臣也活不成。狗咬狗，这就是你们高高在上的修仙者。都什么？你以为我这一路上背的是什么？我背的是你们眼中的蝼蚁，是你们口中的薪柴，是这天下苍生最沉重的苦难。给我碎！你毁了天道神器，这天下的规矩乱了。规矩乱了，那就重新立。从今往后，诸天之上，再无高高在上的食人神明，只有我这个狱卒看着你们。大前皇室统御中州不力，致使天道崩坏，律例碎裂，实乃罪降。然凡人妄图弑主，乱了阴阳尊卑，更是罪无可恕。你这异术毁了本座留在凡间的牧羊鞭，扰了太一圣地的清修。本座念你肉身极境，修行不易，赐你自裁。至于这中州百亿沾染了逆反之心的凡俗，留之无用，竟是琉璃火将中州地界重新洗炼，100年后再重新播撒一批听话的。把百亿人当成随手可以更换的种子，这群寄生虫先装久了，真以为自己捏住了这天地的咽喉吗？今天我不仅要活，我还要把你们的白玉荒砸个稀巴烂！区凡躯也敢逆天而语，本座说跪下！跪下！第7道封印，祖龙戟，给我开！徒手崩碎了法则锁链，这怎么可能？这绝非凡人能拥有的力量！你们的招数用完了，现在该我了。你们不是喜欢高高在上？今天我就让你这些所谓的仙人好好接接地气！给我停下！
这贱民！你敢伤本座先驱？本座乃太乙圣地接引使，你这是在逆天！原来高高在上的神仙挨了揍，也会像凡人一样惨叫，流出来的血除了颜色金贵点，一样透着股贪生怕死的腥臭味。放肆！区皮肤，安敢撼树！斩仙台现，因果寂灭。就算你肉身成圣，今日也要你神魂俱灭，永不超生。又拿凡人来逼我硬抗。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待在天上，那我就亲自上去，把你们的牌子拆了。什么？他不躲？他竟然迎着斩仙铁刀冲上来了！给我碎！不可能！兽身怎么可能硬抗大道法则？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来都来了，急着走什么？停下！楚夜，你若敢踏过此门半步，太一圣地的诸位老祖定会将你剥皮抽筋，贬入九幽。回去告诉你们的老祖，洗干净脖子，把你那些吃人的兵器、吸血的法宝都准备好，因为狱卒要上天点名了。擅闯白玉京，罪无可赦。启动须弥劫子阵，将他放逐于虚空乱流。此阵乃仙尊亲手布下，蕴含空间大道之极意，咫尺天涯。凡人，就算你力大无穷，能搬山填海，又如何打碎一段距离？你就在这无限的虚空中活活困死吧。空间法则，所谓距离，不过是虚空的承载力罢了。若是放上一座普通的山，虚空自然能承载；可若是放上一颗极致浓缩的星辰呢？这所谓的空间，还能兜得住？怎么回事？阵法的阵基在崩溃！给我他！你竟然用肉身的重量把空间给压碎了！花里胡哨，华而不实。上路。下界的阳泉似乎出了点乱子，那只跳蚤竟然蹦到天门来了。无妨，护山道兵自会将其碾碎。来，尝尝这刚结出的长生果，这可是林州地界那1700万人耗费了300年寿元才孕育出的极品啊！原来这就是你们的长生。竟然让你走到这里来了，凡人，你可知弄脏了本尊的仙家茶叶，该当何罪？画地为牢，跪在里面，等本尊下完这盘棋，再抽你的魂。什么？下界的凡人，吃糠咽菜，生老病死，却还要用骨血来供养你们这些躲在天上的寄生虫。数字感染，那是我太一圣地的命脉神术。你们喜欢吃果子是吧？
我起！既然这么喜欢吃，那就吃个够！你毁了长生果！你这疯子，断了太一圣地的万年根基！这不叫毁，这叫物归原主。庶子狂妄！空间困不住你，那时间呢？凡躯肉体，终有受尽之时。本祖剥夺你10万年寿元，一息之间便让你不灭马体，化为一铺黄土，红颜枯骨，刹那芳华，给我剥夺！完了，是时间法则。楚叶，肉身再强也挡不住时间的流逝，快退！退，我词典里没有这个字。法则终极课，广义相对论。这是什么邪术？为什么岁月长河流不进你的身体？你所谓的岁月长河，连我的引力场都无法逃逸，拿什么来剥夺我的寿命？不可能！本祖乃太一大道化身，言出法随，执掌岁月。我不信磨不死你一个凡人！你们自称仙人，高居天上，便以为掌握了宇宙的真理，用灵气、用阵法编织了一套七下蛮上的幻术。你们以为时间是用来生杀对论的武器，但在纯粹的宇宙质量面前，时间不过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尺度。喜欢玩弄时间，那就给你看最原始、最不受时间影响的东西——重力。你想干什么？本祖与你天下契约，下界凡人你尽可护之，只要你规矩。你身上的每一丝仙气，都透着下界苍生被榨干的血腥味。你的存在，就是这片天地的毒瘤。你们觉得住在天上，就能远离尘土，就能高人一等？今天，我把你们的天拆了！天堂已经坠落了！你不是能操控时间吗？现在算算你还有多少秒会和这堆废墟一起砸进你们最看不起的烂泥里。楚叶，你这个蠢货！白玉京坠落，大陆崩毁，100亿凡人顷刻丧命，是你亲手害了他们！谁告诉我会让这堆垃圾砸在地面上的？你干什么？不！第13道至第20道封印，全部解开。楚叶，麻烦大了。太一圣地不是主子，他们只是卫散。你把卫散打翻了，那个真正吃人的东西醒了。天道本源，那是活的天道源。10万年前，我们就是被这只眼睛当成天道养料吃掉的。这方天地的天道根本不是自然法则，而是一头寄生在星球上的宇宙巨兽。
艺术，扰乱天道轮回，就地抹杀，星球重置。神魔们，楚夜，快躲！那是天罚紫光，没有任何法则能挡住它。躲？我身后是100亿凡人，我躲了，这颗星球就熟了。今天，我就算把这副凡躯拆成骨架，也要把你这只偷吃苍生的狗眼给捅瞎。第21道至50道封印，给我全开！这就是你们天道的力量，像个没吃饱的娘们儿。好好看着讲。第51道至第70道封印，开！蝼蚁脱离了地脉的庇护，在太虚之中，你连呼吸都做不到，拿什么与我斗？谁告诉你我需要呼吸？你吃了这颗星球10万年，今天让你把连本带利全吐出来！不知死活的微尘！在真正的质量面前，一切吞噬都是笑话！给我破！不，这不可能！这方宇宙怎么可能诞生你这种怪物？不，这不可能！这方宇宙怎么可能诞生你这种怪物？第91道至99道封印，全开！你不是喜欢吞噬万物吗？放过我，我可以让你成为这方星域的主宰，我可以赋予你真正的永生。我从踏入藏神渊的那一刻起，就定下过一条规矩：手无寸铁的无辜者是我的底线，而你们这些草菅人命的东西是口粮。你吃了这天下苍生10万年，现在吐出来！
那是什么？那是真正的星星。狱卒，下班了。